黄英哲教授是一个资讯科学家，大部分的时间在大学的研究室里与其他专家一起研究软硬体。但是黄教授真正关心的是这片土地。黄教授想知道资讯科技怎么带来改变，让一个孩子有可能改变他的人生，让一个乡村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让一个国家有可能改变它的未来。本集的黄教授将带领着大家搭上前往未来的智慧载具，从发挥孩子创意的自走车大赛，到穿梭家中每个角落的扫地机器人，到连接城市脉动的无人公车，再到能够取代人类驾驶的自动驾驶车，最后到飞翔在空中的无人机。看我们如何运用各种科技和科学原理改变我们的生活。资讯超级英雄。连接车、货车、休旅车跟小轿车总共6部车在高速公路上追撞，休旅车的车尾被撞得稀巴烂，货车上的车架也撞得歪七扭八，成了一堆废铁。全世界每年因为车祸而过世的人高达100万人，而其中90%的肇事原因都是因为人，不管是疲劳、分心，或是错误习惯与行为，这一切都会在未来因为自动驾驶技术的成熟，渴望大幅改善。要讲改变生活的智慧运输，我们先从最小的自走车大赛谈起。从小生活在南投乡下的黄宇训有一个梦想，他希望有一天可以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不过从小到大，对黄宇训来说，在尘土飞扬、砂石车呼啸的危险道路上，他看不到未来的方向。幸好在当地热心教师的协助下，他可以用智慧与努力创造自己未来的道路。这台智慧车承载了他的心血以及改变的希望。黄宇训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科学家，掌握技术和智慧，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更透过自己的知识改变世界。也希望智慧车有一天能够改变家乡，取代危险的砂石车以及车祸频仍的蜿蜒山路。那么智慧车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呢？其实它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科技，而是已经落实在许多人生活当中的每日日常。可爱方便的扫地机器人是我们生活中的小帮手，但是它是怎么样在充满障碍物的家中能够帮我们打扫干净呢？现在我们来到南科高雄园区，扫地机器人设计制造的厂商。扫地机的内部构造及功能是如何呢？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台扫地机器人。那至于它是如何运作，我们来看看。这边有一台我们把它拆开的扫地机器人，那这是里面的结构。那我们现在请工程师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好，现在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扫地机器人的内部构造。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块主机板上面有一颗 MCU， 这个就是我们扫地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大脑。再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3颗超音波，这3颗超音波就是扫地机的眼睛，它分别摆在3个不同的位置。那我们扫地机可以依照超音波所侦测到的一个障碍物，我们知道是哪一个超音波所侦测到的，我们的大脑就会去决定该往哪一个方向去做旋转避障的一个动作。在前面我们看到这一圈是扫地机的一个保险杆，在保险杆上面我们也有安装了许多感应器，这些感应器在不同的位置被触发以后，那我们的大脑这个 MCU 就可以知道它是在哪一个地方撞障碍物，那就会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做旋转来避开障碍物。但是如果遇到高低起伏不同的楼梯怎么办呢？这台扫地机器人运用的是深度摄影机来判断高低差，避免坠落。深度摄影机它所运用的原理跟人类的眼睛一样，那么人类是怎么判断距离的呢？当我们双眼同时注视同一个物体时，因为两眼之间存在着一小段距离，因此两眼看到的角度会有差异。物体距离越近，两个眼睛的角度差异越大，而物体距离我们越远，两眼的角度差异则越小。这个物体因为角度的差异，显示在我们左右眼视觉的位置会有不同，这个不同叫做视差。我们的大脑就透过这个视差来判断物体的深度。我们以这个图来说明。首先，这两个照相机就是我们的双眼，这两个照相机之间的距离是 b。我们透过这两个照相机来观察右边这个物件 p， 这个物件离摄影机的距离为 z， 这也称作物件 p 的深度。这个物件分别投影在这两个照相机的成像位置，就是照相机的焦距距离 f， 它们距离各自的中心参考线的距离分别为 x1 及 x2。 为了比较视差，我们把下面摄影机的视线往上平移到这里，那这 x1 及 x2 的差距就是视差 d。 我们可以根据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推导出 d 与 b 的比例等于 f 与 z 的比例，由此就可以算出物件 p 的深度。像是 3D 电影就透过这样的原理，利用红色和蓝色两种不同颜色的色光，两眼各自接受到不同角度的光线，让物件产生大小不同的视差。距离近的视差大，距离远的视差就小，这个视差就让大脑产生了距离的错觉，就创造出饥渴乱真的立体影像。所以按照这样的原理，在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身上装设2个一组的摄影机，从物体照进2个摄影机的视差，根据刚刚介绍的相似三角形原理，就可以算出物体离我们的距离。扫地机器人用这个原理来判断地面的断差，而自驾车也运用同样原理，装置深度摄影机来测出行人与车的距离。在它前面这2个黑色的物体，就是所谓的一个光二极体，它可以吸收红外线，依照红外线打进来的一个频率还有一个强度，那我们可以知道充电座的一个位置。我们再往后看，它有2个行走轮，这是我们扫地机器人的脚，
在行走轮的旁边，我们看到有一圈一个圆盘上面有一格一格的，那是我们的一个里程计。我们可以借由这个里程计来去侦测我们扫地机到底走了多远，转动了多少个角度。最后要介绍的就是扫地机最重要，它就是做一个吸尘的功能。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吸尘风扇，它可以达到1200帕的一个吸尘量。对于一般的家用的一个清洁是绰绰有余的。请问这边这个又是什么作用？这个是我们扫地机的一个充电座，我们把上盖整个都拿起来，在这个充电座上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3个一个光柱，这3个光柱它其实会分别打出不同频率的一个红外线，左右这2个光柱是要防止扫地机去撞到这个充电座的。扫地机如何回到充电座，其实要靠中间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光柱，它可以达到1.5米左右的一个红外线，它会让扫地机的前面这2个光二极体接收到，扫地机的光二极体接收到以后，会顺着这个光柱的导引回到它的一个充电座上面。哇，非常的有趣。那至于它是如何的运作呢？我带你去看一台更厉害的扫地机器人，我们到那里去把这个工作的原理讲清楚、说明白。走。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工程师来帮我们介绍这台可爱又厉害的扫地机器人。我首先介绍一下它的一些感应器的一个系统。我们从上而下来看，首先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深度摄影机。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深度摄影机，我们故意把它调一个角度，是从上往下看的。我们这个用意主要是要去侦测路面上的一些断差，像楼梯间啊，或者是地上有一些坑洞。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2个黑色的，很像人的眼睛的感应器，它是一个超音波。我们是刻意让它往上打，主要是要侦测像桌子啊这些障碍物。桌子上面会有一个超音波打上去以后，它会反射回来，超音波就可以知道就是这上面有个障碍物。对，当侦测到桌子这样的障碍物的时候，那会通知我们的决策模组，让扫地机不要再继续往这个危险的地方再走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中间的这一个，这是我们扫地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元件，我们称之为 LiDAR。它是利用一个雷射测距的一个原理，打出雷射以后，遇到障碍物，它会进行反弹，射回来。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原理，去侦测物体的远近，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可以把周围的环境的建立成一个地图。扫地机之后可以依照这个地图知道自己在哪里，
要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清扫的。最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这2片铁片，当扫地机工作完毕以后，我们会回到我们的充电站。那充电站上面也有相对应的2个这个充电极片，这2片铁片是我们的一个充电的一个金属片。当它们2个充电站的充电极片跟扫地机的这个充电极片接触到以后，那扫地机的一个这个充电回路就会被启动，那充电站就可以对扫地机进行充电了。扫地机器人它走来走去，但是它到底里面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请工程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好，那扫地机器人它会使用LiDAR来建构地图。那目前荧幕上面看到的其实就是LiDAR所建立出来的地图。那我们可以看到粉红色的部分是障碍物，中间有一格一格的，其实就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柱子。好，就会显示出是粉红色。这时候我们软体有设计的一个演算法，它会让障碍物膨胀。像目前看到这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让障碍物膨胀。那扫地机是禁止进入到这个蓝色的区块里面的。在荧幕上，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亮色的，它现在目前在动。其实这个就是目前扫地机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状况。那它现在是往这个方向走，其实我在看到这一块它前面180度的地方，目前所观测到的一个目前现实世界的一个状况，就我们可以把它显示是在这个荧幕上面。扫地机器人的感测、分析决策以及实际运行的状况，其实就和智慧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自动驾驶的原理一样。只是真实的智慧车需要更全面也更严谨的技术。为了了解台湾的自驾车发展现状，我们特地来到位于彰化的 ARTC 财团法人车辆研究测试中心来看看。工程师，这辆高尔夫球车很可爱，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吗？好，那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也是我们 ARTC 开发在固定路径上可以做自动驾驶的一个示范车。那首先来看到前面这颗圆圆的是 3D LiDAR， 那在下面的这个是一个 HD camera。那在车子的后方呢，有一个白色的那个呢，它是一个 GPS。那透过这3个感测器与定位呢，它可以让车子说知道我现在在我要行驶的路径上的哪一个位置，跟我车子行驶的前方有没有什么障碍物，让车子可以在一个路径上做一个自动驾驶。那这3个感测器各有什么功能呢？好，那我来介绍一下，3D LiDAR 主要就是透过一个雷射光，它叫中文名称叫光达。那透过雷射光，它会去扫描前方的一些目标物，提供了一些障碍物的大小跟车子之间的相对距离。那在下面的车道线呢，它会去扫描前方符合特征的车道线，让那个车子可以知道说，我跟车道线之间的侧向距离是多少。那利用这个结果呢，去做一个让车子可以维持在车道中间行驶。那 GPS 的话，主要是提供一个全球性的定位。那意思说，我只要 GPS 有讯号，那我在这个场域上的不管什么地方，我都可以让车子知道说，我现在在路径上哪个位置。这边讲的全球性的就是 global 它的一个定位。那3D LiDAR 它就是一个相对性，它是一个地区性，所以我只知道说，以车子为中心的那个障碍物，现在在车子的正前方、右前方还是左前方，那距离是多少？透过这3个感测器跟定位的一个结合的话呢，就可以让车子做一个固定路径的自动驾驶。所以我只要有这个固定路线、这个特定场域的地图，然后再加上 GPS 上面的资料，告诉我在这个地图上面的什么地方。然后借着这个摄影镜头，就把车子开在车道线上。那最后借着这个 3D 雷达，就可以帮我侦测这个路线上面的障碍物，让我能够采取避障的措施。对，那有了这辆车子就可以自动上路了。那我们看到刚刚这个方向盘，自己会转啊，请问它是怎么样达到这样的功能？好，
控制方向盘主要我们有2个重要的那个资讯回收，其中一个就是摄影机侦测到了车道线的侧向距离，那它侦测到就是我现在车子跟前方的车道线它的侧向距离多少，这个参数还有 GPS 的一个定位的资讯，让它知道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域的哪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弯道，或我们即将要做靠站。透过这2个资讯呢，我可以去控制方向盘转角，让车子可以去接近设定好的一个路径，或者我们规划出来的轨迹，然后达到做一个自动驾驶的功能。但是万一路上发生一些状况，比如说前面忽然有一个障碍物，或者是一个行人忽然从你前面出现的时候，那他又该怎么办呢？对，那这部分我们会透过3D雷达，它会去侦测扫描前方的障碍物。那比如说判断说它现在在车子的什么位置，它的大小是什么。我们透过这些资讯呢，可以判断说它是不是在未来的行驶轨迹上，来做一个刹停的动作。那比如说现在人行道上有一个行人，他突然要穿越马路，当他进到这个3D雷达的侦测范围之后呢，我们会去做一个刹停的动作，来避免做碰撞。那当前方的行人或车辆离开之后呢，我们车子就会继续做行驶。龚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究竟要怎么样的能力才能够达到这个自动驾驶这样的功能？那我们大概有几个面向，首先呢就是物理，那我们要能够描述我们现在车子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方向盘的角度、角速度，还有一些车子跟前方目标物的相对距离相对速度等等，这些是物理的范畴。那再透过数学，像我们在做一个追迹控制的时候，我们 GPS 会提供一个全球坐标，那它有点像是一个卡式坐标，那我们必须把这个卡式坐标的资讯呢转到旋转坐标轴，让它 fix 在车辆坐标上。这边的话就需要一些数学转换坐标轴的应用。在这2个部分呢，我们再透过程式语言，它可以把我要的功能做设计成一个控制器。那在控制器部分的话，也会用到数学的微积分来协助我们设计控制器。在这些东西呢，透过程式语言，我们就可以把它实现像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车的功能。当然，搭乘接驳车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要朝更有挑战性的开放区域测试。哇，这是一辆很棒的自驾车。那一个自驾车它怎么能够上路呢？自驾车最重要的就是感测器的使用了。那我们这台车搭载了4大感测器，我要一一为你做介绍。第一个感测器呢，位于隐藏在我们车头内的毫米波雷达。毫米波雷达能够侦测前方的金属物体，特别是车辆，它能够得知前方车辆的速度，得知前方车辆的距离，将这些资讯呢回传到车内，将我们的控制器来设计我们自驾车的使用。那第二个感测器呢，在于我们车头前挡风玻璃内的黑色的摄影机，它会照射前方的车道线，让将这些车道线的资讯作为车辆的控制，让车辆能够安全的行驶在车道中心。第三个感测器呢，是这个360度的光达，它透过我们的雷射光侦测周围的障碍物，那这些障碍物透过我们的演算法，可以得知这些障碍物的距离、这些障碍物的速度，让我们自驾车做一个决策规划与它的行驶空间。第四个感测器呢，是这个高精密定位仪。那我们必须先绘制我们的高精密地图，让我们的车辆能够在得知我们车辆在这个地图中的何处，然后让我们车辆的安全的做一个行驶。哇，想不到我们还是需要这么多种的这个感测器，分工合作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环境。首先有高精密度的定位仪，帮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在哪里。那第二，需要光达，帮我们了解四周周遭的障碍物。那我们有摄影机，帮我们了解前面的车道。那还有最后还有毫米波雷达，帮助我们了解前面的汽车的这个距离。那我们有这些资讯之后，那我们怎么把这些资讯汇整，然后来做决定，带着我们车子往前呢？那我们必须要先来看我们车后的一个车辆行车大脑吧。我们所有大脑呢，包含我们的工业电脑、小型电脑，都放在我们的行李箱内。那我们来看看这台自驾车的大脑吧。我们这台自驾车呢，搭载了2台小型电脑。
那这些小型电脑上面这一个呢，有我们的3D 光达所计算的资讯所使用。下面这台小型电脑呢，有我们高精密定位仪以及前方的车道线资讯，也是由这台电脑所计算。那我们的毫米波雷达呢，是由下面3块电路板所组成的，那它也会将这些资讯做一些计算。那最后将这些计算单位呢，都传到这台总电脑中。那总电脑中负责我们的决策以及控制。那决策呢，包含着我们这些车辆周围的一些行为，让它能够像真人一样这样做驾驶。那在控制的部分呢，能够让我们的车辆能够安全的行驶在我们的车道之中。那这些组成的就能够成为我们自驾车的一个重要的电脑了。原来就是这些小电脑和电路板让这辆车子有智慧，根据这些感测器的资讯，统一做运算判断，决定车子应该如何驾驶。那我们接下来就让这些电脑带领我们上路。工程师，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定点接驳自动驾驶车它的工作的原理，而且我们亲身去体验相当的有趣。如果我们把这样的技术把它放到这个轿车里面，它开得更快，然后我们又要把它开到一般的道路的时候，那它的挑战势必更多了。请您告诉我们一下，它有什么样的挑战好吗？那我们从感测技术这方面开始着手好了。首先是高精密定位仪。那我们在这个封闭场域内，因为我们只有一条固定的路径，所以相对于建制高精密地图是稍微简单的。但是我们这时候移动到一般道路上，一般道路上会有不同的车道、多个车道、十字路口、T 字路口，这些建制高精密地图都相当于复杂，所以我们要有一套更高层级的建制方法。到了摄影机的部分，摄影机它负责侦测前方的车道线，但是呢，在我们的一般道路上，它也会遇到不同的场景，因为我们会有十字路口，它这个摄影机应该侦测出有斑马线、有停止线，接下来就不应该要有车道线的时候，它就要成功的去侦测出没有车道线，这也是封闭路径没有十字路口的一个差别。那接下来到了我们的3D 光达。3D 光达必须其实它要配合一个高精密地图，知道我们车子目前车道宽，那我们在哪一个车道上，所以它侦测的范围其实也要去自我去调整，这也是在封闭场域遇不到的事情。所以在一般道路上呢，相当的复杂，就是要考虑的更多的层级是这样子。我们知道3D 光达是自动驾驶车非常重要的一个装置，它能帮助我们了解周遭的环境。可不可以请工程师帮我们解释一下，它究竟如何了解这个周遭的环境吗？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荧幕左边呢，这个画面就是由摄影机照射出来厂区的画面。右边这个画面呢，则是由搭在同一台车上的3D 光达所看到的一个画面。3D 光达呢，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画面中的绿色区域跟红色区域开始说起。绿色区域呢，是由我们后端的工程师定义出来的一个，当我们的自驾车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它就要开始进行减速的一个区域。所以当我们有物体进到绿色区域的时候呢，就会告诉自驾车后端控制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执行一个减速的动作。那当框框进到红色区域的时候，代表它已经很靠近自驾车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告诉自驾车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刹车的动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框框呢，里面都有白色的点，那这些白色的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点云。点云其实是由3D 光达发射雷射光之后接触到物体表面回传回来的一个资料值，因为它的点群聚在一起很像云，所以我们把它称作点云。每一个点云呢，它都具有 X、Y、Z 3轴坐标，还有一个强度值。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点聚集在一起的物理特性，来把它归纳分析，作为后续的一个控制的处置。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每个框框里面呢都会有点，那这些框框我们就称作它是 bounding box， 每个 bounding box 都有 X、Y、Z 坐标值。当 bounding box 进入到刚刚所讲这些区域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 X、Y、Z 的坐标值回传到我们的控制系统，告诉它说，在这个 X、Y、Z 坐标值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有物体的，所以后续的控制系统就必须要做一些因应，例如刹车或者是减速等动作。3D 光达因为它在环境的探测非常的准确，所以作为自驾车感测器之一呢，它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了更了解光达的点云图，
我们特别到交大访问郭俊英教授师生来为我们讲解。所谓的点云图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有3度空间深度的资讯的一个地图。一般的地图就是2度空间你并没有深度的资讯。你点云就是它另外有一个深度的资讯，所以你任何的墙壁、障碍物、任何物件，在点云图里面基本上它是有距离的。我们透过3D 的 LiDAR 呢，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立体的相机，因为它拍摄完之后，它的 time of flight 结束之后呢，事实上它有每一点位置的距离的资讯。所以这样的距离资讯呢，基本上就可以把它建构成为一个3D 的场景。通常这个就叫点云图。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VLP 雷达的光达的 3D 投影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总共有32根。现在在室外的这个场景下看的。光达的运作就是透过光的反射对应出的实际物体，去把场景所有空间的点云建构出来。我们可以看到荧幕上有显示周围场景的即时点云。我们可以看前方有一个墙壁，墙壁旁边有个树丛。现在拍摄的情况，也有看到我们2个人坐在这边拍摄，也有一些从大门进去的人。这是我们整个环境周围大楼建构的环境图。我们知道了智慧车的感测原理，那么它是如何整合周遭的资讯决策判断进行驾驶呢？当车子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感测器会判断是不是走在我们要的路上。我们刚刚知道了这辆车的感测原理，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些感测资讯，帮助我们判断我们现在的路况，还有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操控我们的这辆车。那感测器告诉我们之间的路况，还有目前的车子的情形之后，那如果有误差，我们就要修正。好，那这边这个图就是告诉我们纵轴误差量，横轴就是时间。那么呢，车子随着在进行误差会有变化。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误差有多少，我就修正多少。譬如这边绿色线索是显示，这边误差大就修正大，这边误差少就修正少。但是问题是，你要做决策需要运算，那运算需要时间。有时候当你决定的时候，车子已经冲出去了，所以你只好要再修正回来。所以车子开起来就是会 S 型的扭曲。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做得更好？这个时候数学上的微积分就可以帮助我们。我们来看看。首先，假设我们时间点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曲线下面的面积就是这里蓝色所画的，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过去所累积的误差量，累积量 I。那我们累积的量越大，表示我们待会要修正的时候要更大的修正，所以我们要考虑这一项。所以我们的修正量除了刚刚简单的比例控制 P 之外，接下来呢加上 I 这个累积量。再来第3，这个路况随时会变，比如说这个时候碰到一个大转弯，所以这个时候我的这个误差会变化的很快，比如就到这个时间，误差忽然变得很快，那就表示呢这个误差的瞬间的变化量 D 在这里变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再加强我们的修正？所以在修正量上再加上 D 这一项，所以我们最后来说，把比例的 P 再加上 I 加上 D， 整体来综合考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智慧的这个自动驾驶，让车子开得又平又稳。自动驾驶车虽然技术已经逐渐成熟，但是要直接大量应用，在法规和交通环境上还不能一步到位。这时候，在车速和行驶范围都可以固定的无人驾驶巴士，就可以成为自动驾驶技术实际上路的第一步，也是让民众了解无人驾驶的安全与可靠的最佳范例。我们说明一下自驾小巴它的主要的核心技术是什么？ OK，
我们这台自驾小巴它拥有的一个核心技术总共分为3个，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地图的能力，以及它的定位系统和它的防撞机制。那它的地图呢，就是首先我们会去建制它的地图，那小巴就是走一个固定的，像是一个捷运系统这样子的一个路线。那接着它有一个3D 的 LiDAR 光达会去做它的定位。接着呢，它的4周都有2D 的 LiDAR， 然后都会去做那个防撞机制的监控，这样是它的核心技术。所以每次我们要规划一个新的路线的时候，你们要标准的步骤是什么？事前的话会需要大概3到5天这样子的建制时间，我们会先规划我们的路径，会去先场勘啊，去规划路线之后，用3D 雷达，然后去扫射这边的地图，然后当车子建立它的地图之后，它就可以去规划它的路线。那规划路线之后呢，就是让车子不断的在一个时间范围之内去行驶，让它熟悉这个路线之后呢，就能使用自驾的这样子的技术了。那我们把这个引入我们的社区这样的行驶，有面临一些什么挑战？其实挑战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必须了解它这个技术的特性，那适不适合在高雄市？那因为其实很多民众会或是一些专家学者都会担心说，高雄市的机车非常的多，那到底合不合适？哈，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想了解说乘客的接受度，因为我们看一些国外的案例，其实他们也会去了解说一般的乘客。敢不敢或愿不愿意去在一辆无人没有驾驶的那个小巴里面，愿不愿意来做搭乘哦？所以我们也在收集这些特性。那另外就是因为它是透过卫星定位，然后去把在固定路线上行驶。那我们也想了解说，到底准确率高不高啊？对啊，会不会是突然不在既定的路线上跑出去外面哦？所以我们透过测试都在收集这些问题。如果在地面智慧运输的高阶是自驾车，那有没有可能有更极致的？有的，无人机。要等到智慧车全面取代传统车，可能不是一蹴可及。但是智慧载具最先进入我们生活的，可能是便利的无人飞机。那么无人机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无人机有很多种设计方式，例如单旋翼、多旋翼。这台是4轴旋翼无人机，它有4个螺旋桨，一组对角线的马达顺时针转动，另一组对角线的马达则逆时针转动。当我们要让无人机起飞时，我们透过机身里面的电子控制系统，启动4个螺旋桨，对下方产生强劲的气流，就可以离地升空。那么无人机如何知道自己的飞行状态呢？无人机里安装了许多的动作感测器，它们可以提供机身的各种状态，例如水平、翻滚。接下来我们看看如何控制无人机。例如，如果要让无人机原地逆时针旋转，我们可以增加顺时针旋翼的转速，另一方面降低逆时针旋翼的转速。两者相比，顺时针旋翼所产生的反作用力大于逆时针旋翼的反作用力，就会产生让机身原地逆时针旋转的效果。另外，如果降低右边2个旋翼的转速，增加左边2个旋翼的转速，就可以让机身右倾，产生往右边飞的力量了。而台湾在无人机上面的成就，不但可以解决农村老化缺工的困境，更可以带领台湾找到新的未来。现在农业区已经开始运用无人机进行农作的协助，无人机载着农药或肥料，旋翼旋转维持机体飞行的同时，农药就随着下沉气流喷洒在田间。不仅是省下人力，更有人可以看到台湾的未来。
我们现在来看看无人机在台湾农业实际操作的状况。以无人机来讲，它起飞10公里，降落下来，它的成本只要24cent美金，7块台币。那10公里在天上，如果是直线，是非常非常远的，而且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所以机器人的产业，事实上台湾是很有机会的。无人机只是机器人产业里面的一环。无人机因为它并没有驾驶员在上面真正的驾驶，所以呢，它是一种会飞的机器人，我们可以这么说。它在空中、在天上、在飞行的过程里面，它必须要靠着感测器，能够知道自己的所在位置、所遇到的环境状况，然后做自我的调试。因此，它对环境的感知这个部分，那么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我们以这旁边这台直升机来说，它事实上它必须要知道它自己的位置呢，它一定要有卫星导航定位。那么以我们目前的卫星导航定位呢，在全球包含了从美国的 GPS、欧洲的伽利略，乃至于说这一个俄罗斯的 GLONASS， 各种不同的卫星都能够提供它的所在位置。那么甚至透过卫星的差分的方式，都能够让它保持在这一个公分级的这一个运动。另外呢，它也必须要有聪明到在农田里面，或是它在飞行的过程里面，要能够达到避撞，前面可能有一些障碍物，甚至呢，在农田是起伏的状况之下，它要维持它的等距离的高度，它必须要有地形的跟随。所以事实上，我们这下面呢，都还有这个雷射跟毫米波的雷达。那么这就非常像我们的倒车系统，透过我们的倒车雷达，能够很精准的知道你跟后方障碍物中间的距离。所以呢，它透过了包含了它自己的姿态，可能在空中会有不同的姿态，那么要有电子的陀螺仪。那么一个无人机最重要的是它能够有充分的这些感知的 sensor， 同时整合起来以后，再发挥它对它的大脑，也就是说飞行控制电脑，然后做随时的调整，随时保持我们要它执行的任务。这个在台湾的产业来说，台湾有很好的 ICT 的这个产业背景，在 sensor 上面，无论是未来的自驾车、无人机，乃至于机器人，其实它所需要的这些感测器的 sensor 或是设备或系统整合，其实都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可以投入的部分。无人机呢，它其实在未来的智慧农业的4.0上面，那么其实是扮演2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第一个角色呢是天空之眼，也就是这样的无人飞行器，如果它下半段的部分呢带着高解析的感测器，比如说高解析的摄影机，比如说热像仪，比如说光达系统，比如说多频谱仪，利用呢在空中，那么进行对地面的观察跟观测，能够收集到农田生长的数据，那也能对产能预报、对疫情做早期的监控，甚至它的生长的过程里面呢，是否符合你的健康情形、健康的评估，都能够做提早的这一个通知。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它要做精准的投递，知道了农田里面哪里营养不足，是不是要追肥，哪里可能有生病了，那要把它喷药。那么我们在经过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完了以后，能够换下面的不同的筹载，比如说它是一个很精准投递的喷药箱，它就可以飞到那个目标区上面做精准的投递。那么这样就不会说整个很大面积的农田里面不需要的地方你浪费掉你的物资，或是造成更多环境的负担。那么这是整个智慧农业或精准农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透过了无人机可以解决缺工，可以做这一个粮食的精准的控制。那其实不是只有让台湾受惠而已，在很多包含了新南向的国家，包含了很多欧美先进的国家，其实在农业的部门都需要。对于智慧环境，也是我们现在人民最有感的。如果我们把下面的筹载的感测器
换成是电子鼻。所谓电子鼻呢，就是空中化学物的一种侦测。我们最简单的来说，在家里的瓦斯如果漏气，会发那个警报，就是它闻得到那个瓦斯的味道。那么透过我们跟中科院的合作，那么能够用感测器针对特殊的有毒的物质或有毒的化合物，或者我们所关切的，比如说硫化物、氮化物、空气污染的主要的来源 SOx、NOx 或者是 PM2.5，台湾的感测器的产业事实上都可以侦测，只是你不再是地面侦测，而是到空中去呢，去嗅这一个污染源在哪里。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前瞻的计划，也就是说，利用无人机突破地形的限制，可以在不同的高度上面做长期的监控跟追踪。那么让我们整个环境的分布呢，污染的分布不再是停留在只有一个地面的平面，能够很清楚，更能够精准的掌握，让环境的科学家能够具体的掌握对策。那这是智慧环境的应用。智慧载具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也可以改变一个地方的命运。资讯科技，它不仅仅是电脑程式或是电子仪器这些软硬体的技术，它是人与自然、人与生活、人与社会的故事。扫地机器人可以省下我们宝贵的时间，自动驾驶车可以拯救无数的生命，无人驾驶巴士可以成为城市运输的绿色载具，无人机可以在每个地方、每个产业重新找到生机。而这些科技的突破，更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找到翻转城乡差距、改变自己命运的舞台，再次创造台湾经济的活力。资讯超级英雄。选择前进，直到只有你。走吧，带着坚定眼神，感测土地